重新回顾一下啊。昨天我在讲课的时候有一个内容没给大家讲啊，就是现在应该还有很多小伙伴染头发还在包保鲜膜吧？有没有？我现在说的是染头发哈。OK， 把染膏涂在头发上，等待时间的时候还有在包保鲜膜的吧？啊，这个方法包保鲜膜这个方法以后不要用了，好吧？染头发是不需要包保鲜膜的。如果之前有某一个老师或者某一个魔术师或者大师告诉你染头发需要包保鲜膜，这是错误的啊。为什么我们染头发不需要包保鲜膜？染膏涂在头发上，染膏会需要跟空气当中的氧气啊，跟空气一起来氧化，这样子染出来的头发 OK 颜色才均匀，然后最终出来的颜色的饱和度和均匀度才 OK。所以染头发是不要包保鲜膜的。如果现在还包保鲜膜，你用氧化性的这种染膏 OK 你还包保鲜膜，这就已经很 low 了啊，没有专业店里面染头发还包保鲜膜的。当然有一些是做漂发的时候，为了让表面的头发不要让空气给它过度氧化会干掉，漂发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包一个保鲜膜。为什么是只是包在表面？为什么？因为怕氧气太多会让这个漂头发上面这些漂粉会过度的干掉，会有一些人拿保鲜膜盖一下，不要是过度氧化，这个是可以。但染头发是不能包保鲜膜的，好吧？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好，还有一个知识点我要给大家重新再确认一下，白头发里面是没有色素的 OK， 白发里面是没有色素的啊。除此白发以外，人长出来的头发它里面都是有天然色素的啊。昨天我也很细致的给大家讲了天然色素到底有什么，对不对？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粒状色素，一种是扩散状色素，对吧？在漂浅的过程当中，先把粒状色素不断的被漂浅带走，最后带走的是扩散状色素。扩散状色素特别难被带走或者被漂浅，所以我们漂头发的时候，漂到一般到8度到9度的时候，这个头发就怎么样，很难被再漂浅了，对吧？还有什么？头发里面有3种颜色，蓝、红、黄的色素，就是天然长出来的头发就有这3种颜色的色素啊。我再重新的帮你们说一下，白发里面是没有色素的 OK。 好，在这里呢，大家呢昨天呢有对几个知识点呢有特别的想去了解一下，有其中的一个知识点叫做人工色素无法染浅人工色素是什么意思啊？我再重新的给你们解释一下，让你们理解一下。举个例子啊，假如说这个客人他的头发上染了一个2号的基色，很深的基色，你再用浅色的颜色去染，你能不能把2号的基色的头发给染浅呢？是不能的，是没办法的。但是你如果染了一个2号的基色，你拿0-00再去染，那头发会不会变浅一点呢？会，但是那个浅你不是染浅了头发上面的2号的基色，你是染浅了什么？染浅了头发里面的底色。能明白我意思吗？人工色素是没办法染浅人工色素的，就是头发上一旦有人工色素了，你再想用人工色素把这个人工色素给染浅，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可以让头发里面的底色再染浅。这个底色再染浅的概念就是，假如说你头上染一个 2.0， 你用很深了吧 2.0， 这个时候我们用漂粉和双氧涂在这个头发上，这个头发是不是会变浅，对吧？但是 2.0 可能不是很容易就掉，但是头发是不是会变浅？但是那个浅是 2.0 浅了吗？不是，更多的是什么？头发的底色啊不断的变浅，不断的变浅。所以人工色素是没办法染浅人工色素的，大家记住就好了，好不好 ？OK， 好。来继续啊，还是回顾一下昨天的内容啊。昨天有一个内容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这个点，大家也要非常清楚。然后接下来我也会花很多的时间在后面的课程当中给大家讲过。哪个知识点呢？来，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知识点。我昨天有说过啊，头发上面，就是当你的客人来了以后，我来分析他的头发无非只有这3种，一种天然色度，一种底色，一种人工色素。无非就是这3种，要么就是他的头发里面包含2种，或者3种都包含啊，或者3种都包含。但是大家要记得哈，只要他的头发上有人工色素，就是只要他的头发上有人工色素，他就一定有底色。为什么？因为他之前一定有染过，他只要染过，他就一定有底色，甚至他以前染的是 2.0， 他都有底色。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哈，假如说
这个客人他从来没有染过头发啊，但是呢，他想让头发在这个基础上更黑一点啊，在这个基础上更黑一点，那你就给他染一个 2.0， 是不是特深的一个基色？那染完了这个 2.0 以后，老师你会说啊，老师我染 2.0 它会有底色吗？会的，它也会有底色。你会发觉这个 2.0 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颜色怎么样？颜色退掉了，这 2.0 也会退啊，只是退的时间比较长，可能退半年 ，OK， 退7个月8个月。这个 2.0 的颜色退掉以后，它的头发会呈现出这种发红的颜色，发红的颜色，它不会回到之前像没染那个样子了，它会发出发红的颜色，也就是接近于4度的底色啊。不管是你染深也好，还是染浅也好，我们氧化性的染膏把头发的表皮层打开，双氧进到头发里，都会针对于我们头发里面的什么天然色素给染浅，只是染浅的力度不同而已。你用 2.0 加双氧去染深头发， 2.0 里面的氨特别的少，所以它染浅天然色素的力度特别什么特别低，所以它的底色只变了一点点而已。能明白我意思吧？哦，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当我们在分析这个底色和人工色素的时候呢，大家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老师到底哪个是底色，哪一个是上面是人工色素？我其实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如果你要很清楚的分析这个头发上，哦，这个就是底色，这个就是人工色素，你首先第一个要保证的是你要先知道和了解其中的一个东西，对吧？例如你要把底色非常的清晰和了解，知道到底什么是底色，底色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和底色的状态是什么。你只有把它了解了以后，你一看头发它不是这个状态，那它就一定是人工色素，对不对？要么就是天然色度，天然色度大家很容易啊，就是发根的地方天然长出来的，你不会混。那只有那些染过的地方你会混，你搞不清楚到底它是底色还是人工色素，所以你要先对底色要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你知道什么样的头发的颜色是底色，这个头发的状态，哎，有点点干，哦，这个颜色，哦，这个就是底色，那证明上面已经有没有人工色素了？没有人工色素，或者哦，这上面的人工色素还有，但是一点点而已，一点点，不是特别多啊，不是特别多，对吧？那如果说你一看，哦，这个颜色染过，但是跟这个底色完全不一样，头发的光泽度也很好，那个颜色也不是底色的状态，那它就是什么？上面有很多的这些人工色素。所以你必须对一个东西很了解了以后，你才能去了解别的东西，这上面到底是它还是它，明白我意思吧？所以呢今天的课程结束会有针对于底色的大家来去做的实操作业啊，你们一定要去操作，一定要自己去做，所以你们才对底色会有个更清楚的认知，你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判断到底这个头发上面的是人工色素还是底色，因为你只有判断清楚了，你接下来的配方和染颜色才能够更准确和更清晰，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放几张图片啊，然后呢大家来判断一下啊，来判断一下，或者我来帮你们判断一下也可以啊，给你们放几张图片，你们看这个例子就好了。好，我先打这张图片看一下。好，大家看得见这张图片吗？好，这张图片。好，这张图片呢，大家会非常清晰的看到上面的黑发的位置已经挺长的了，对不对？好，就是天然长出来的头发已经蛮长的，也就是它离上次染头发的时间蛮长的，要么就是它上次可能只染了发尾啊，染的时间蛮长的。啊，这个已经染有多长了？可能有20-30公分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说的不是绝对的啊，不是绝对的，因为染头发时间特别长，发尾的地方就一定是底色，不是绝对的啊，但是会相对来说是我们的一个依据啊。哎，大家一看，哦，这个发根挺长，但是发尾的一看，这个地方一看怎么样？有几种情况，第一，这个颜色呢，这个头发你会发觉有点干干的、干枯的，为什么？因为人工色素都退掉了，人工色素退掉以后，它退出的底色其实是不是有一些空间呢？它会有一些空间，那这个空间就会让头发摸起来比较干啊，没有那么的色素饱满，没有那么的光滑，
而且再看这个颜色，我们去判断发尾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底色，它是底色，但是什么几度的底色？它是 5.5 到6度的底色，对不对？这个发尾这地方就是 5.5 到6度的底色了，上面是天然色素3，也就是说现在它的头发上面有没有人工色素了？在我们最开始分析的时候，它这个头发上面是没有人工色素的，它就没有人工色素了，因为人工色素它上次染的时间太长了，这些都怎么样？都退掉了。所以我们再去染这个头发的时候，就不要去，就我们说想这个人工色素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怎么样？因为上面就没有人工色素，它怎么会影响呢？明白吗？这就是我们说的判断的现在这个底色，好不好？